心驾一路，云手，高探马。好，接上式单边。松左胯，身法微向左转，右手由勾手变掌，放松下沉。小肚由左向右，走小力圆，领动两手，合胯螺旋，放松下沉，左膨胀。右手上穿，左手下按。翻掌当走后弧，重心右移，合右胯，身法向右螺旋，顺势向右侧前方膨胀。左手上穿，右手下按。翻掌当走后弧，重心左移，合右胯，扣右脚脚尖，螺旋插步落脚，重心后坐下沉，右手上穿，左手下按，领左膝对拉平开步，松右胯，左手上穿，右手下按，翻掌当走后弧，重心左移，螺旋插右步。好，右手上穿与左手持平，领手相合，右逆左顺，提左膝，对拉开左步。小肚立圆，领两手画立圆，放松右胯下沉按掌，当走后弧，合右胯，扣右脚脚尖，领手上捧。好，胆掌发力，根部相合，右脚点在左脚足弓内侧。好，先松左胯，右手逆缠，身法微向左转，开右步，当走后弧，重心右移，两手双逆缠，外膨打开。再松右胯，身法右转，左手逆缠外膨，右手逆缠下按捋掌，过胯转双顺缠上捧。好，合胯扣脚，右手折叠合于脖颈后侧，蹬转左腿，扫腿转身扣脚尖，对拉螺旋，外膨相合打开。好，背面看一下，单边。好，变云手，勾手变掌，放松先下沉，小力圆。好，领手放松下沉相合，左上左下右上，翻掌移重心，身法螺旋，上穿下按，走翻掌移重心，后插步。好，上穿下按对拉开步，上穿下按当走后弧，螺旋插脚跟部，后坐下沉，领手提膝，对拉打开。好，小力圆，领手放松下沉，合胯扣脚，领掌上捧，胆手发力，根部相合，先松左胯，逆缠摆掌，开右步，当走后弧，双逆缠外膨打开，螺旋松右胯。好，再松右胯，重心左移，左手逆缠外膨，右手逆缠后捋，过胯转双顺缠膨胀，折叠右手合右胯，身法螺旋，扫腿转身，扣脚对拉，螺旋外膨。好，收。好，来，同学们，插步云手在咱们的动作套路当中呢，它是和老家一路一样的。那咱们需要把这个插步云手中间的过渡需要跟大家说一下。比如说，就我们的这个单边过渡小力圆，很多同学喜欢在做心架的时候直接由勾手变力圆去领掌画身法的螺旋。其实这样的方法呢，是一个比较缺少身体松柔的一个练习方法。你看，我们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先加入了当胯的向左螺旋相合，带动身法微微向下，再沉住沉住以后再走小肚立圆，这时候你的两手是不是才能带动到小肚上的一个螺旋当中？如果说我们直接从勾手变掌，你看到这儿，那你直接一走，你看到没有？一蹬腿都直接是腿上的折叠重心转化，然后带到自己的手上，身体会来回乱晃。咱之前教大家基本功的时候，是不是说过，小肚立圆，它在心架里面是要结合当胯的左右开合来进行运用转。但是大家学过这个心架以后，学过这个基本功以后，都有一点超前的想法，有点好高骛远了，认为说老师什么时候我的当胯都能不动，直接去走这个小肚的立圆。它毕竟
在套路运化的过程里，它有当胯的开合变化，所以我们不能只是去追求这个小度的力源。如果还没有做好当胯开合去带动力源的这个身法的时候，你直接想要说啊我就动，你会发现身体是乱扭的，而且时不时还会影响到你的重心左右运化，形成两个腿来回之间乱倒腾，没有办法形成一个正确的咱们说的身体的松柔，这上边一松沉，没有左右螺旋的时候，你的这个力源还完整不完整？就是一个平面力源。我们要的是什么？整体的八字螺旋力源。所以八字螺旋、八字力源的时候，它必须得加上咱们说的这个小度和当胯，在配合的过程里面形成一个整体的运化。所以不能去直接单独的去走力源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当我们走完力源之后，小度螺旋又回到左胯，再借助咱像老架一路一样，左胯螺旋相合，左手逆缠，右手顺缠，然后右手上穿，左手下按。你看，同样的，双手正面缠丝，这些都是当走后弧最基础的要求。如果忘了，想想的重心移动的时候，蹬哪条腿，大螺旋应该往哪边转啊？蹬左腿往左转，蹬右腿往右转。重心到位了，当胯左右的螺旋带动中线去运转，让当胯和重心能够各司其职，然后形成了咱们身法上所看到的先进肩，再进肘，再进手的螺旋。那同学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说，老师，我这个插步云手，我到底是平开步，还是开着开着往斜后方去走了？那答案肯定是往斜后方走。为啥？咱就从本身的套路整体来说，你起势金刚倒队是不是往前迈了一大步，对不对？那我在插步的时候，我往后斜插个几小步，它不过分吧，对不对？所以不要去纠结，老师我平插是平着走还是斜着走？你看有的人可能一说平斜着走以后，一走，开步，一走开步，他觉得身体的身位离得越来越远了，偏离套路位置了。那你要平着走，你确实没偏，但是你想一想，你这个步子是不是只能打成一个右脚踏实，左脚平开步？你身体是不是在平移？那插步云手的身法内涵是啥？能够让你很好的去产生螺旋，所以只有你的当胯能够交叉在一起的时候，你才能产生螺旋，脚尖、脚后跟为轴。但如果你一插步一开步，你往前一落脚，往后一插脚，你身法上的螺旋劲儿，你还有没有向左的螺旋了？是不是这样一插，左螺旋没有了，你就剩一个平行移动，肩膀不动，中线不转，那这个插步云手的左蓬和右蓬就没有什么运化的一个概念了，是不是？所以咱们要把这个动作的身法运化弄清楚。你平移的时候，身体是缺少螺旋的，所以不能平移。它哪怕往后走一点，一会儿你的这个高探马一开步，这是不是又给它开回去了？所以我们要分清楚步伐的一个变换，这是其一。然后下一个，当插步云手做完之后，这个动作本身没什么难度，咱接高探马这点的问题就多了，因为新架当中的高探马和老架当中的高探马是不一样的。插完步之后，你看右手上穿与左手持平，领膝对拉开步，这个时候我们会遇到几个问题。第一，右脚脚尖是不是外摆的太多了，所以导致当走后弧的时候右脚好像合不上劲儿。所以这个时候看好啊，开完左脚，当走后弧重心左移的过程当中，随着重心的到位，一定要切记当走后弧，不要跪膝，不要拧腿。重心到达左腿之后，把右胯合进来，合的同时，两手顺势一坐。很多同学会问老师，我不合腿，我一样也能转过来，为啥我要合一下？因为从高探马到对拉开步之后，他先是走了一个小力圆，注意这个小力圆怎么转？从左向上，向右螺旋放松下沉，带动咱的两手，由左放松沉，由上再向右放松下沉。它这个力圆走完之后，你的当胯合到哪边了？是不是右边？所以合到右边以后，它会先将重心运化到左腿，然后再去合右脚脚尖。不要把它认为成跟这个金刚捣队一样包括咱的左脚脚尖
在运化的过程当中，一开完步以后，可以顺势的稍微摆动一点，因为有些同学的裆胯合的并不好，要么呢就是一到上步他别腿，咱们可以稍微的摆一摆自己的脚尖，或者你要不摆，裆胯只要够活，不摆也行。好，合到这儿以后，领手上捧，到这儿胆掌发力。胆掌发力的几个技巧，第一，蹬腿螺旋的时候一定要切记，它的这个转动是从你的丹田螺旋当中体现的。右手，左手，两个手同时，从你小肚螺旋的运动当中去找到动作，因为这个地方有很多同学都喜欢这样一蹬腿，撒，身体往上一站，整个身体是浮起来的。你一浮，你的手会往哪走？它会不会往两边去螺旋，像鞭梢一样往外打？不会了，对吧？所以以螺旋为主，裆胯在旋转的过程当中，让右脚的脚后跟上吃上劲儿，找到这种小胆劲儿，手劲是胆出来的，像小鞭子一样。这个得切记，不要习惯性的去蹬腿往上去走劲儿，容易偏。当我们胆完以后，你说咱之前讲发力的时候，是不是跟大家提到过，发完力之后有一个什么回弹？胆完手以后，它顺势一弹，是不是直接就收步领手相合了？对吧？你想想咱的这个新架一路的起势金刚岛队，那不是也是到这儿？裆胯一弹抖，嘣，顺带着一收腿，不就回来了？所以这个位置在动作演示和口令领练的时候是给大家分开的，大一弹，好一收一相合。但是大家在练习的时候一定要记住能把这个劲儿拧到一块儿，咱就把一个弹抖发出两个动作。你看到这儿，好弹抖，一合直接带回来，正好顺应着身法螺旋放松相合下沉，两手打完掌之后，回正，虚步点地，右脚和老架一样，点在左脚的足弓内侧，左手合在右手的小臂内侧。注意看这儿开始不一样了，哈哈，它不再是往后跨步了，而是先松左胯，通过身法的左螺旋先往下去沉。沉的时候，你看他把这个右脚的劲儿，形成了一个以左手的对拉向右平开步向右平开步，当走后弧，进肩砸肘。注意看这个地方，这是进肩砸肘，可不是进肩双逆缠拨掌，它是带有一种砸的性质。因为现在有很多同学可能看到过就不同的体系的老师教的动作不一样，以砸劲为主的，以拨掌劲为主的。其实看好这个动作，它是以这样的身法去运行，但是咱们呢，尽量先是一步一步走，不要直接一上步，重心就过来，直接去砸自己的手肘，然后劈自己的手掌，它带有一个劈掌的含义。咱们按照当走后弧的走，合到这儿以后，你看先松胯，顺势开右步，我先当走后弧，进肩进肘进手，到最后开始砸肘劈掌的时候，我右胯顺势放松下沉，我是不是同样也有劈掌的力，对吧？只不过节奏要比咱们这种直接进步的身法要慢。像这些身法都是练了很多年套路的老师可以直接走出来。为啥？因为这个身法很容易出现什么问题？拧膝。我不希望大家在练套路的时候，为了追求套路的一个连贯和速度，然后用拧膝的方式把动作做出来，反而是这种先松柔贯穿，当走后弧，这种螺旋开掌的方式，把身法基础先奠定好，先打稳。毕竟是新架一路基础班嘛，对不对？你高级班了，你那些该玩花哨都玩花哨了，但是基础当中当走后弧是必不可少的所以随着两手放松下沉相合以后，手腕与肩同高，重心在右腿，眼神向右手前方去看。到这之后，先松右胯，松右胯中线向右螺旋，左肩向前，右肩向后，所以带动咱的两手，左手逆缠外捧当走后弧，右手逆缠下捋对拉螺旋打开。
推出来之后，好，右手过胯，双顺缠向上膨胀。到这儿了，咱又到了熟悉的这个高探马老架里的那种感觉了。好，一合胯一扣脚，右手手臂顺势折叠，松左胯，看到没有？这个腿上的螺旋是不是和咱老架一路里的螺旋非常像？只不过一个是这个步伐去转化，一个是这个步伐去转化，反而从新架里边它变得更简单了。它比在老架里边少了多少度？少了将近有15度到30度的这个感觉。所以到这个位置一折叠，哎，正好重心转化右腿的时候，右脚脚尖离合了，一蹬左腿转，扫转螺旋，对拉外蓬，身法打开。这后边的动作跟老架一路是一模一样，但是咱就得注意了，尤其是开步上步的位置，有很多同学到这儿他不顺，所以跟大家出了一个小妙招。你到这儿以后，你领完力圆一松沉，你可以先坐胯摆脚，然后单掌收步。如果说大家的单胯够活，领完力圆以后脚就别动，我上来之后我脚就踏到这儿，好上。为啥脚不动？因为方便从这个方向看啊，方便什么？方便下沉肘的一个发力，对不对？但是咱们讲了，还是这东西都是肯定得是一步一步来，饭得一口一口吃，是不是？从最开始的当走后弧先去练，等后弧练好了，再去找这种发力，才能形成一个整体的动作。你要上来直接去走那种，还是建议大家咱不要去追求那种极端，或者是说这个最高超的极限，先从基础夯实。咱们走龙讲课一直都是先把基础打实了，然后再往后慢慢去走。最后的高探马，你看你砸出来这个手之后，一对拉一螺旋，一合胯一扣脚，小内八熟悉不熟悉？小内八一扫一转，它过来，和老架一路一模一样，对吧？所以这个螺旋运转的时候一定要切记啊，一定要切记。到最后的当胯相合和身法的螺旋，它是一个相照的，而且新架里的螺旋要比老架里的螺旋还要更简单一些，所以大家要一步一步去做啊，一步一步去做。好，新架一路的云手和高探马。